后世结局什么意思？怪物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后世？神秘组织 A 信又是什么来头？如果你看完电影后一头雾水，本视频来帮你解答。首先解释下后世是什么故事。男主克拉克原本是一位失忆建筑师，后来经营家具店。某天，他在家具店地下室发现了一道神秘入口，只要穿过去，就会进入一个无限延伸、没有出口的异空间——后世。这里没有尽头，没有窗户，没有阳光，只有无数黄色墙纸、潮湿地毯和嗡嗡作响的日光灯。克拉克从此沉迷探索后世，随着不断深入，他的精神也逐渐崩溃。后来，他的心理医生玛丽为了寻找失踪的克拉克，也进入了后世，而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什么是后世？电影里后世这个概念是源自我们现实世界一个美国的网络都市传说。在电影世界里，这个区域的起源和意义仍然未知，它没有已知的边界或终点，可以通过隐藏在各地的无形传送门进入。克拉克家具店地下室就有一个，他们也可能藏在世界任何地方或角落。电影里的人把这里称为 The Complex， 也就是复合空间。后世里的怪物到底是什么？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怪物，而是后世复制出来的人类复制体。克拉克有句台词解释了，每当有人进入后世，这里都会复制一个新的自己。即使这个人离开了后世，复制体也会永远困在这里。电影里那些扭曲的人形怪物，其实都是某些人的复制体，包括那个船长克拉克，其实就是克拉克自己的复制体。电影也暗示了这些复制体没有痛觉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真是假。当然，电影没有100%指示他们是如何产生的，保留一点神秘空间。玛丽童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电影不断闪回玛丽小时候，她的母亲患有严重心理疾病，整天把窗户全部用报纸封住，不允许玛丽离开房子。因此，玛丽几乎是在一个没有阳光、没有出口、不可以自由出入的空间里长大。很多人说她童年在后世生活过，我倾向于不是。童年闪回主要是丰富玛丽的人设，因为她母亲的精神问题加上童年经历，让她后来成为了心理医生，也是希望帮助别人摆脱心理创伤，其实也是想拯救当年没有办法拯救母亲的自己。而电影里，她一直带着那块童年房子前的水泥手印，象征她始终没有放下童年的阴影。结局，她也是用这块水泥击退怪物，代表她终于开始面对自己的过去。电影结局，已经彻底疯掉的克拉克认为，现实世界才是真正的牢笼，而后世才是自己的归宿，因此绑架了玛丽，希望得到她的认同。就在他准备放走玛丽时，后世中的船长克拉克突然出现，并当场杀死了克拉克。玛丽一路逃亡，并利用童年留下的那块水泥手印击退怪物，然后被 A 信研究所的人抓住了。在那里，A 信的一位科学家菲尔告诉他，后世更像是一座记忆回音室，它会不断复制现实中的人物、地点和记忆，但这些复制品都会逐渐扭曲变异。然而电影最后，镜头却再次来到 A 信，却出现了一个依然坐在房间里的玛丽，也让整个电影结局留下了最大的悬念。我认为玛丽确实是逃出来了，回到了现实世界，因为根据后世设定，曾经进入后世的人类，他的复制品永远留在了里面。结局我们看到的就是玛丽的复制品。电影结尾突然出现的神秘组织 A 信研究所，他们原本是一家制造 MRI 设备的科研机构，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所以意外发现了后世，于是开始秘密研究这个空间。他们甚至建造了一道人工入口，称为 Chest Hole， 不断派研究员进入后世探索。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消灭怪物，而是利用后世无限空间进行运输、实验甚至商业开发，也就是利用这个空间来牟利。而菲尔只是这个组织中的一个研究员，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普通流马。所以电影结局菲尔说他不能决定玛丽能不能离开，其实暗示 A 信背后有一群隐藏大佬，他们很可能不会轻易放走任何知道秘密的人。
至于他们是如何从制造 MRI 设备到发现后世，幕后 BOSS 都是什么人，后世为什么会复制人类，怪物到底是如何诞生，电影都没有给出答案，明显是想铺垫一个更大的后世宇宙，目的是为了拍续集或者前传。